大家好，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五油三水里面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副水箱。那五油三水应该都知道什么东西吧？五油就是汽油、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动力方向盘油。五油，然后三水是水箱水、副水箱水跟雨刷水。为什么会说副水箱水会比较少人去注意？其实都会注意啦，只是说可能注意的方向不一样。因为可能一般人注意副水箱水只是看它的水位在哪里，但是其实副水箱水，我这样讲好了，副水箱水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水箱的水位跟水道里面的压力。当引擎里面的压力过大的时候，水道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它会把水箱盖里面那个阀撑开以后，把多余的压力就跟着水释放到副水箱这边来，然后这个时候副水箱水的水位会变高。所以这就是在热车以后，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冷车跟热车的时候，它副水箱水的水位会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或者停车以后，水道的压力降低的时候，它会再透过副水箱盖把副水箱的水吸回去，这样就是确保水箱里面的水位是都够的。那一般来说，副水箱的设计，它多半都是你们应该可以仔细看，副水箱上面都会有一个高水位跟低水位，就是一个上限跟下限，它都会建议你副水箱的水位在这个范围之内。一般来讲，副水箱的上限多半都是副水箱的一半，就变成说它会留一半的空间去准备容纳水箱里面出来的水，这样才不会导致满出来。然后平常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除了观察你的副水箱水位以外，你要去看如果你的水箱水会莫名其妙的减少，当然水箱水它本身就会蒸发，但是那个蒸发的速度非常慢，一般来讲可能很久，要观察很久才会看到它降低了一点点。所以说，如果你们有发现副水箱的水会莫名其妙减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只加水而已你必须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警讯，有可能是你水箱或者上下水管或者一些副水管这边里面有在漏水，它才会去造成副水箱的水会很明显的减少。就像我刚刚讲的，水箱水在蒸发真的非常慢，一般可能观察不出来。但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要注意基本上我是建议冷车观察，那时候是最准，因为多余的水都吸回去了。所以说副水箱水的水位明显减少，它一定代表着某个警讯，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注意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是水箱主体可能哪里有在漏，或者是上下水管这些接头跟一些暖水管可能哪里有在泄漏，所以就要多注意多观察，尤其有在常在跑长途的朋友，这个可能你们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水道基本上车子的水道很简单，就是引擎的水道以外，它会有譬如说节气门，电子节气门可能就没有，但是可能周边会有一些小的水管，然后水箱上下水管，然后里面暖风的那个热水排，
它里面也有水在跑。所以说，当副水箱的水位肉眼观察到很明显的减少的时候，真的就要注意。然后观察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那几个点，如果不方便的话，可能就要通知你熟识的保养厂，赶快帮你做检查。或者也有可能是气缸床垫在漏水进去燃烧室里面。这个它如果是气缸床垫有裂在漏水的话，它的现象跟燃烧完全在水蒸气在喷水那个状况很像，但是差别就是在于说，一个是因为你的燃烧状况很好，导致有水蒸气啊或者喷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的气缸床垫有裂，然后水会漏到气缸里面，把它变成燃烧掉，冒出水蒸气。所以说副水箱水位的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真的不要只观察它它有没有少啊或加水而已。当水少以后，就要去注意周边的水道一些的状况。好啦，今天这个很简单的副水箱的检查跟可能出现的状况跟后续的处置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